好，这是最近那个很火那个爆浆吐司吗？对。哇38里面是有什么酱吗？抹茶奶酱和蜂蜜奶酱。哇，我的天哪，这也太诱人了吧！我的天，抹茶茉莉爆浆吐司，这一大早就被他诱惑到了，开干！先揉面，把这些材料全都放进来。这种面包冰的会更好吃，所以一定要做的软一点才行。抹茶粉我用的是宇治若竹的，放了8克，可以根据你自己那个抹茶粉的品质来放。还没有放酵母，先给它揉成团儿。现在天气太热了，必须得放到冰箱里先冷冻一会儿再揉，直接揉不行，直接揉面温一定会非常高，这样会影响吐司口感。那就先拿去冷冻了。因为我用的这个机器是乔力的，有冰桶，特别厚，所以冻半个小时就够了。半个小时以后再加酵母，开始揉面，直接5档揉10到15分钟。15分钟以后就揉到这样的模了，这都9分斤了。赶快再加黄油，慢速揉一会儿吧，别揉过了。用3档揉个3到5分钟看看。最后就揉到这样的模，看这个模特别的光滑，破洞没有锯齿，完美，10分斤。吐司的面温最好能控制在24到26度，稍微低一点没事儿，但是千万不要高了，高了以后组织会比较粗糙，这样口感就会差一些。这个面包中间加了2种酱，一个是抹茶奶酱，还有一个是茉莉奶酱。茉莉我用的是茉莉干花，刚好我上次做烤奶的时候买了一包还没用完，我怕口感发苦，就把下面的花梗去掉了。没有干花的话就用茉莉绿茶粉，不用煮，直接倒奶油，就把它们搅拌均匀，然后放冰箱里冷藏1晚就可以了。因为煮过以后有可能会发苦。第2天把这个茶叶过滤出来，一定要多压一压，把奶油都充分的挤出来。奶油奶酪一定要给它提前软化，然后加糖给它搅打均匀，再少量分次的加入茉莉奶油给它们搅打均匀。不要一下把奶油全倒进去，因为如果全倒进去的话，这个奶酪跟奶油有可能会混合不均匀，奶酪就会有颗粒。也可以直接用电动的搅拌，这样会快一点。你们看我加速播放，就相当于我在用电动的了。都拌匀以后，再用打蛋器给它打到9分发就行。啊，茉莉奶油好香，好好吃啊！清新淡雅，夏天吃它真的太合适了。现在还用不到，给它盖好，放到冰箱里冷藏。抹茶奶酱网上的配方是要先做一个抹茶甘纳许，因为我没有白巧克力，所以我就用同样的配方做了一个抹茶味的奶酪酱。做法是一样的，奶油奶酪加糖先混合搅拌均匀，然后少量分次的加入淡奶油拌匀，然后取2勺奶酱和抹茶粉拌匀，拌匀了以后再把它们都混合在一起，再打发，打到9分发就可以了。先放到冰箱里去冷藏。哎，我怎么人走了？我是要把我自己放冰箱里去吗？面团发好了，按下去有轻微回弹，或者不回弹不塌陷，这样就行了。给它平均分成2份，滚圆。这个面包成品是2个250克正方形，如果你没有250克的模具，只有450克的模具，你也给它平分2份，烤完以后撕开就是2个正方形了。怎么样？我又帮你们省了2个模具的钱吧？赶快给我点个赞。松弛20到30分钟。松弛到按下去有轻微回弹再整形，因为按下去如果回弹很厉害的话，那你擀的时候它回缩也会很厉害。然后就把面团的2侧往里收一收，然后再拍扁擀开，轻轻的擀就行，不要妄想要把所有的气都排出去，根本就排不干净的。但是如果你擀得太狠的话，那最后对这个成品会有影响的，有可能会长不高啊，或者你做山形吐司的时候太紧的话，它那个侧面就会长得很奇怪，会鼓大包那种状态，就比较丑。翻面以后把2边往中间折，然后再轻轻擀开就行了。可以把宽的一头放在下边，这样最后卷完以后中间就不会凸起了。擀完以后再把边上的气泡拍一拍，然后再从上到下卷起来。忘记把底边压薄一点了。
放到吐司盒里，一个面团放一个。如果是450克的长方形吐司盒，就把2个面团放在一个吐司盒里，然后就发酵就行了。发酵温度别超过38度，湿度80%左右，我就室温发就可以了。因为我这个屋西晒，从1点以后太阳一进来，我这个屋的温度直接比上午提升了5度。现在我是终于明白为什么都说在北京不能住西晒的屋子了，夏天是真热呀。发到8分满，然后放到烤箱的下层，上火160，下火190到200度左右，烤20分钟。长方形的450克模具就烤25分钟，温度是一样的。看我烤这颜色还可以吧？烤完以后颜色也不深，还能看到是绿色的。蒸一下热气再脱模，要不然面包容易回缩。等面包完全凉透了，就用根筷子在中间给它搅和搅和。可以给它搅和的大一点，这样可以多挤点酱，然后把2种酱都挤进去。一到要挤酱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了我没有买裱哈袋，这回用的保鲜袋，这个酱挤的真的有点太困难了。然后在上面贴上一块油纸，再给它倒扣过来，这样奶油也不会流出来。最后表面可以拿一个刮板，这样斜着挡一下，筛上糖粉和抹茶粉就行了。拿刮板的时候一定要轻一点，不要手抖。再筛上抹茶粉，这一抹绿真的很好看哎。真的很适合夏天。完成啦！最享受的就是这一刻。哎呀，我应该从上面掰，这样它就不会流下来了。就是因为没有裱花袋的缘故，肯定是害我没挤好，我又抹了点酱，这样能骗到你们吗？这个面包就建议吃之前再挤酱，这样奶油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，吃着也是冰冰凉的。